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19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为什么冲高回落，多方主力是否在做主动撤退的动作，那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大举的进攻。今天也利用这一张图表来跟朋友们聊一下进攻节点是否临近。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为什么冲高回落？其实很多指标都有一些迹象比如日线的这个60MA 压在头上，那价格来到这个附近，冲高回落也是情理之中有可能就是主力在做主动撤退的动作，因为判断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是否继续震荡。那比特币主力要拉出来，或者是昨天也有消息，贝莱德有传言是购买了12000多枚的比特币。我是相信早就提前布局这个比特币，所以才会去申请那一个现货 ETF。所以机构都在买的情况下，没必要去看空比特币这一条信息到底是不是真实，我的观点是不重要，5分不起烂，你就相信有可能就是机构早就已经在买了，不然他不会去申请现货的 ETF。不过这2天也没有操作，因为在这一个低点的区间喊多了1个月、2个月，希望朋友们多单一定要有，你不敢开高倍，10倍最少，我个人是10倍的多单，目前还是在爆那现在有可能就是主力主动在压回，或者我的观点，它这个 28.2K 附近就像那个楚河汉界，有可能就是多方的主力不断的在测试空方的实力，测试空方的防守，测试1次，测试2次，或者是有可能是在佯攻，看一下空方的那一些实力到底强不强，有可能在这个区间整理时间到位，这一条60的均线也拉下来，不排除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因为在交易的市场也类似两军在交战你要去观察整个大势，我的观点它是向上的结构，就比如前面的几个位置，这根 K 线是不是也是多方的主力在佯攻，这根 K 线是不是也是多方的主力在佯攻，后面给空方造成一个假象，就是觉得比特币好像多方根本就没有力道感觉整个趋势就是要往下破，往往就是多方的主力在挖坑，最终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像不像？那这几根 K 线像不像？就类似这个区间，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多方的主力在佯攻，他甚至有可能主动在撤退，是不是回来继续洗盘？到时候会不会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为什么这个位置冲高回落。布林线日线里面它这一个出上轨，那我的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在震荡，它出上轨你就要留意，不一定会维持在这个上轨上方。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超级趋势指标，也是观察的非常明显就这个位置，它昨天冲到这个位置，因为趋势指标目前还是红色的结构，感觉就是 28.2K 附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楚河汉界的分界线所以希望朋友们，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多方的主力，它是在测试空方的卖压，到底卖压强不强？如果等到某一个节点卖压不强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往上去突破？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它目前整个趋势，就是我的观点长线就是一个向上的趋势，你要站在多方这一边，特别是每一次有压回来的位置，你要站在多方这一边。然后我们观察比特币4个小时，昨天在推特上面有发的这个上升三角的形态，当时是在这个区间量价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看一下进攻有量，然后调整或者是横盘震荡，基本上量是缩的相对比较严重，而且这种上升三角的结构概念或者是以往的经验，大概率80%-90%都是要往上突破，但是它现在突破价格是又回到这个上升三角，所以昨天的一个观点我们要反，就是它有没有可能这边会走出一个箱体震荡，或者是还有没有挖坑的位置。我的观点，这个位置支撑日线如果 20MA 它能守住最好，守不住我们去留意还有没有可能 25.8K 附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陷阱的位置。如果它不给，那我们就观察到底在这个位置 26.1K 有没有可能箱体震荡到位，会不会往上突破。
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比特币的指标形态不是有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指标是在背离，那昨天在过高，它 KD 指标也是继续在背离，或者 MACD 指标也是继续在背离，所以有背离的位置就不要去追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在这个位置它下跌的时候，我们去看币安或者看 OK 的交易对，明显的发现感觉下跌的时候有一些量能出来，所以不排除从1个小时里面观察的很明显，主力是不是主动在撤退，因为量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也不排除有可能主力也是在做高抛低吸。那么可以看一下有提了几天的一个压力位 26.9K， 压力还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位置跌下来，它不是有一个上涨的上影线，压力也是没办法，就是这个 26.9K 最好是收盘的时候能给我收在 26.9K 上方，不然我的观点有可能这边还是在区间震荡，所以从4个小时也可以观察这个位置还是有一道非常重的压力区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这2条非常重要的屏障趋势线也就是上一次比特币第一波上涨，或者是来到这个 32K 附近跟 69K 的高点连起来，也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趋势压力线压在这边。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当时这一个上涨的高位跟比特币17年的这个顶部的高位连起来，它这边也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第2条牛市突破之前这一条压力线必须要先给我突破。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19年的底部有一条压力的趋势，熊市的趋势线突破完以后，它后面在这个区间整理的时间是300多天，才在这个位置开始突破这一条黄色的这一条趋势的压力线，后面突破还有一次压回，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观察这个位置主力要马上突破吗？因为前面是跟大家计算，如果这个位置的时间要横个200多天，那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初的时候或者10月中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去突破这一条趋势压力线？它如果在这个位置要直接突破，那这个点位大约是在29000附近就现在来看感觉是在29000。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整个牛市第一波上涨起来之后，也就是第1条红色的这个压力线突破完以后，它在这边进行一个2浪的整理，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第1浪上涨这个上影线的高点跟当时14年比特币顶部的高位连起来的一条趋势压力线，它在这边震荡的时间也是有目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一根突破，这个位置有压回，或者是就是这个位置突破，它也是还会有压回。所以买点我的观点是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突破，你如果还要继续做多观察突破的位置，不然我的观点是也可以再观察还有没有压回的位置，尽量观察吧，比特币什么时候会突破这一条趋势线，有可能疯狂的牛市就是要开启了。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